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吴征发言人、林珍宇议员、蓝轩小姐、钟佩君议员、徐宏庭议员、唐湘龙先生。哈马斯现任领导人49岁啊，被打死了。他哥哥之前是领导人，也被打死了。那说很多官员都死了。以色列总理拿坦雅胡说呢，会继续追捕这些人，直到完全消除这个恐怖组织，给你干到底哦。那欧洲各国现在齐声谴责，说呢，这个以色列现在叫做种族灭绝行动。哦，当时你谴责纳粹，现在你干了什么事情哈？那这个包括联合国的人权事务这个高级专员，包括欧盟的代表哦，然后呢，执委会主席欧盟的哈，另外英国、法国、加拿大哦也批评哦，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另外呢，川普也警告以色列哈，说你不要去动伊朗哦。说你因为以色列还想去炸伊朗，说呢我们就可以炸，但是呢我们炸的话不会有人在里面，你炸的话把人都炸死了，意思是这样子啊。以色列根本不管什么你有人没人了哈。那现在以哈打了600天，加沙超过63000人死亡或失踪，哦，蛮惨的啊。女性死亡也超过这个12400人哈，儿童超过18000人，所以女性加儿童就超过3万。哦，就差不多这个一半哈。那另外呢，200万的加沙人饿了11个礼拜，没东西吃啊，因为以色列不准他去援助哈。那结果呢，美元到，基民就疯狂抢，去抢哦。那以军还开火，你们抢什么？结果呢，就抢个面粉，2个人死了，47个人受伤，抢个面粉哦。那联合国救济机构呢批评，所以美国这个方式是不对的啦，哦。你这美国这个方式，我们联合国很有这个救出难民的经验，你没有嘛？所以你乱来一通哦。所以呢，你现在搞的哦，这个让这个以色列的暴行转移了焦点，而且浪费了资源哦。因为他们说呢，这个美国跟以色列支持的争议性组织叫加沙人道基金会，号称人道，其实呢可能被人家怀疑哦，是雇佣美国的军事承包商。绕过联合国的援助系统，掌控加沙的粮食分配，哦，因为以色列一直认为说粮食去这个哈马斯游击队会抢，哦，所以一直不肯啊，一直不肯援助人民哈。那现在连德国总理都挺不下去了哈。德国总理梅尔斯警告说，反恐已经没有把它正当化对平民的伤害，哦，就是说德国通常对以色列是有罪恶感，因为当时纳粹干的这些坏事哈。所以呢，德国对以色列现在给他武器的资源，给他各种资源，哦，然后不太愿意去谴责他。但是现在实在当然已经也看不下去了，已经太过头了哈。所以德国外长说呢，想要停止提供武器给以色列，是很大的一个转变。你不要看英国啊、法国啊，其他都跟德国是不一样的。德国通常是不轻易讲这个话的啊。那另外，川普也讲了话了。川普虽然讲得轻轻的，但是也认为说美国的态度好像也有一点变了。川普今天登上空军号前，不仅对记者说，不久前对记者说，我们希望看看能不能尽快停止这种状况。以色列，我们一直在跟他们谈，我们希望看看能不能尽快让整个局势停下来。这样就已经是认为是川普的最新表态了，意义重大。就以前根本这话都不会讲的哦，现在还要去查你这些学生啊，什么哈佛啊，外国的，甚至有美国绿卡的人再回美国，你的社群媒体有没有去批评这个以色列？有没有反以色列？有这种话反犹太人都不行的哦！现在把你取消资格哈，好吧？我们看一下。民众组成筑墙，坐在街头示威抗议，还放火烧轮胎。还有人被警方强硬拖走，这是在台拉维夫爆发的大规模示威。随着以色列人质被掳来到第600天，他们要求以色列政府停战，释放人质。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不为所动，这回还骄傲公布最新战绩。חיסלנו עשרות אלפי מחבלים, חיסלנו את דף, הנייה, יחיא סנואר.
纳坦雅胡证实，哈马斯最高领袖穆罕默德辛寡在13号一场空袭中遭到击毙，而他正是去年被击毙的已故领导人雅雅辛寡的弟弟。他过去被拍到曾跟哥哥躲进隧道，如今2位前后领导人都遭到以军铲除。וביומיים האחרונים אנחנו מבצעים תפנית דרמטית לקראת הכרעה מוחלטת של החמאס. אנחנו לוקחים מהם את ההשתלטות על חלוקת המזון ברצועה. זו מכונת הכסף שלהם. 为了彻底摧毁哈马斯的武装，以色列持续进攻。周3空袭加萨中部一栋公寓，造成6人死亡。如今战火不停，物资缺乏。联合国物资周3抵达时，瞬间涌上成群的加萨难民疯抢。同一天，哈马斯也释出讯息，表示已经跟美国中东特使魏科夫就停火协议的整体框架达成共识。魏科夫则乐观表示，对双方能就停火与人质交换达成协议充满信心。好吧，这个连以色列的前总理都批评说，那这个不是战争罪。什么是战争罪呢？香龙，那纳坦雅胡本来就是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对象，但是通缉他，但抓不到他，主要是还是因为美国在包庇。我们听川普讲的话，可是你要相信他吗？你要相信川普吗？今天在地球上面支持以色列最激烈的，就是美国、印度加台湾，在所有的以色列议题当中来讲，如果会支持、会投赞成票的，会跟以色列眉来去，就这3个，台湾是其中之一。印度呢是美国呢在操作中东问题的重要的筹码。川普虽然讲了一些语焉不详的话，你听起来觉得川普好像有点转变，可是川普是直接把耶路撒冷承认是以色列首都的那个人。1.0 的时候，川普是不久前告诉你，希望呢在加萨呢清场，把人都移走，移走了之后，我要来开发房地产，那个海岸线很漂亮。这都是川普讲过的，是同一个人吗？是同一个人。川普最近，你只要看，你不要看他跟纳坦雅胡讲了什么，那种个别的关系的好或者是不好，他基本上面都不是重点，而是川普本身现在呢，在国内跟国外呢所进行的清算，在国内呢，他为什么清算哈佛？因为反犹太，因为哈佛是反犹太的代表，他在清算哈佛是为了以色列。他在国外，他在清算南非，他为什么清算南非？因为南非就是把以色列把纳坦雅胡告上国际刑事法院，用战争罪呢，用种族灭绝罪告上法院的那个国家呢，就是南非，因为南非呢曾经是种族隔离的受害者。这些呢，只要是对以色列呢敢于呢提出批判的，没有一个好下场，包括联合国。因此，今天台湾没有事，因为台湾呢，就是呢苟延残喘，逢迎谄媚，完全的跟着美国走，美国手指的方向，美国说对的，指鹿为马的，台湾呢都跟着喊，所以台湾在谈这种问题非常的虚弱。当加萨的大屠杀发生，6万多人，1/2的老弱妇孺。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有多少的耐心去看看呢那些呢偶尔还能够呢发得出来的那些呢伤亡，甚至呢就算呢勉强活下来的肢体残障的那些老弱妇孺的影片。加萨几乎没有完整的建筑物，死了一个辛瓦尔，那算什么？总会有下一个的。他们兄弟2个，哥哥呢死了，死的呢还留影片的，很悲壮。弟弟上来照样死了。你看到的就是说，今天以色列呢对加萨的处理，没有美国撑腰是办不到的。同样的，欧洲的这些国家呢，仍然的单立在呢2战时候呢对呢犹太人的暴行，所以今天呢谈到呢以色列的时候呢，总是呢有气无力的。今天在加萨200多万人，在10多年前的时候呢，英国的前首相卡梅伦第一次到加萨的时候，他很惊讶说，这简直就是一个露天监狱啊，这是一个露天的集中营。
在当时就已经是这样。你能够想象像这样的一群人在那地方呢，每天都这样子过，要出去没有办法，要进来没有办法，靠近海岸线看得到海，走不到海边，你能够想象那样的情况吗？而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发出声音。当前2年呢，全世界美国包括哈佛大学，包括哥伦比亚大学80几所大学，全世界500多个城市，可以在同一个周末的时候呢，发动对以色列、对加沙的暴行的抨击的时候，台湾的台北市呢是最喜欢的发动游行的，可是一点声音都没有。你在台湾，你有没有看到有哪一个所谓的公民团体，平常呢告诉你就是说呢，我们要人道、自由、民主、人权，不断的去呼应一些呢高大上的一些口号的，可是为什么对这种的屠杀，在台北连一点声音、一个游行都没有？我之所以谈到这件事情呢，我会很无力。因为我知道，在台湾，因为政治正确的关系，面对到以色列、面对到加沙的屠杀呢，是视而不见的。南轩，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的话，看起来当然了，就是说以色列已经杀红了眼了。我觉得已经非常清楚的哦。虽然说一开始呢，战争的爆发未必是这个美国直接的导致的后果，但是呢，会演变到这个目前的程度。当然，间接来说的话呢，美国对于这个以色列的力挺，我觉得毫无悬念，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纳坦雅胡呢还可以这样子拼命的要干到底。而且本来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当初以哈战争，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纳坦雅胡说什么时候可能会是一个停准点？他说，当把哈马斯扫除出这个加萨走廊之后，他把这个政权本身瓦解之后，他说他的目标呢不是加萨的人民，只是这个恐怖组织。好，但是问题在于说，这个新瓦他这几个礼拜已经拼命的传说他被隔壁了啦哦，只是说没有真正是从纳坦雅胡的口中说出来。所以呢，事实上他的这个整个的哈马斯的这个组织，他相关的一些领导人、一些决策者，大概都已经死的死、伤的伤，但已经没有剩下几个了。我看搞不好全部都已经完全歼灭了。但是这几天的消息看起来，以色列的说法是说，他要完全面占领加萨走廊。那另外一个比较好一点点的说法是叫做75%占领加萨走廊，那剩下25%是什么呢？通通把75%的人集中到25%的土地上，那不是就形同是全面性的占领了吗？所以我的意思说，到现在为止，已经这一场以哈战争已经完全不是2年前说因为呢以色列遭到哈马斯的攻击，所以他要报复。报复的话呢，照理来说，报复是对等性的一个报复，你已经远超过当初你被伤害的1000多人，你现在是这个6万人的死伤，而且到最后你现在要完全占领加萨走廊。所以坦白说，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你不管讲以色列也好，不管讲这个川普也好，就是伪君子。他们说要的和平就是伪君子，和平就在他口中叫做和平。那事实上呢，不是跟他有利的和平，他永远不会到来，他永远让你觉得说我正在谈。事实上，所谓的谈，我真的是高度怀疑他的谈在替以色列争取时间，换取更好的进攻的战争的空间，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事实证明是这个样子哦。所以我觉得事实上已经不只是这个以哈战争这个战场是这个样子，俄乌战争不也是一样吗？最近这几天也说是在谈，一方面说要换俘，结果呢，俄罗斯轰炸的更厉害，3年多来最强的轰炸就在这几天发生。那你说这个川普生气生什么气啊？你当初这个偏袒普京，一直觉得都是泽连斯基害的，都是泽连斯基发动这场战争，不也是你说的吗？所以我觉得在目前看起来，当川普上台之后，坦白说，我觉得他第一个高估了自己的能耐，第二个低估了事情的复杂度，甚至有些事情当中，他像个江湖术士一样，错判了原因，错给了药方。到目前为止，全球就在为他的一些错误政策，不管是地缘政治的，不管是经贸关税的，我们待会聊关税，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那在加萨走廊跟在乌战场上面更惨的是死人呢。死了几万多个人，我还记得2个礼拜以前，在这个地方我们还形容到说他们的小孩子可怜到头都那么大，身体这么小，瘦弱到几乎没有牛奶吃。你说高雄市去领个物资，还会被枪杀，还会被踩踏死亡。那你宁愿饿死，还是宁愿抢东西被杀死？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已经叫做没有选择的选择了。这个叫做美国，它是一个捍卫民主的一个国际警察吗？国际秩序维护者吗？反正以色列现在说医院也炸，学校也炸，这个什么都炸，避难所，他就说有一句对躲在里面，所以我通通去炸。那这个我就是想说，如果这个普丁他当然不会理川普嘛，他理川普干什么呢？因为昨天川普说我要制裁他了，普丁也不讲话。那今天川普自己说给你2个礼拜时间，2个礼拜时间到底会不会再延2个礼拜呢？川普不是常常延吗？延过来延过去吗？
他说普丁说要给他一个和平计划书，为什么不拿来？好啊，2个礼拜以后，普丁说我给你一个和平计划书啊，那里面写的都是乌克兰不可能接受的，那我给你的和平计划书啊，那你要怎么办？那怎样？要我修改？所以普丁讲了这个，川普讲了半天，大家已经看破他手脚了，是吧？所以你不要这个也不要跟他吵，但是呢也不要答应他，就给他拖。然后呢，到期的时候，就像这个欧盟主席跟他通过电话说：“哎，你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一定尽快弄好。”好啊，再给你一点时间，看起来就是这样子吧。所以川普为什么被他取名叫 Taco？ 等等，我们看看他气得要死，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川普的关税呢，被他们的法院挡下来，哦，国际贸易法院啊，不是什么一般的什么地方法院、高等法院、联邦法院，啊，最高法院，国际贸易法院，因为有两个单位去告他，导致贸易，一个单位他们10几个州联合告他，哦，州也告他，哦，那所以呢，法院说不行，说这个权利不是你总统的，是国会的权利啊。哦，国会有国会的权利，总统有总统的权利。国会没有通过，你总统凭什么？哦，所以呢，给你最多10天停止。哦，但是中间有几个，比如什么关啊、那个铁啊、钢啊、铝啊、汽车零件加25%，这个可以，但你不能总体适用。对中国的30%，对什么加拿大、墨西哥的什么多少%都不行了。哦，白宫很生气，说呢，我们会用一切的行政权力来因应这项危机。哦。那白宫的副幕僚长，这叫做司法政变，司法已经失控了，哦，都不听我们的了，哦。那美国学者说呢，说川普随意的苛征关税是违反法治的精神，难怪法院要这个阻止他。美国的股市期指大涨，美元大涨，金价大跌，哦，所以呢，这个突然有这个变数哈。那网络就笑哦，说呢，那台湾怎么办呢？不是已经跪了吗？你就赶快站起来拍拍膝盖，我不跪了，我不跪了哈。那川普呢被人家骂叫做 Taco，T-A-C-O 哦 ，Taco 哦是什么意思呢？哦，就是说呢，川普 always chickens out， 就是老是跑掉了哦，到最后呢要相撞的时候跑了哦。所以呢，川普就很生气，说你们这样骂我太恶毒了，哦，太恶毒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有弹性的，我有我的谈判策略啊，哦，你们都不懂我，还骂我，哦，还笑我，哦。那另外呢，马斯克宣布离开川普政府了。马斯克搞完了一趟以后，那也过瘾了，儿子也带到白宫去了啊。但是呢，他这个股市也大跌，资产大缩水哦。那他的理由啦。哦，是他对川普最近宣布的大而美的减税法很失望，哦，所以你方面要大大的减税，对不对？然后呢，你要花费这些钱，花费那些钱，你叫我去缩减政府的预算，才那么多人，我才能得罪那么多人，缩的预算还没有你这个大而美的减税法，这个对国家的损失大，那叫我搞干嘛？拜拜，我要走了。我们看一下。But don't ever say what you said. That's a nasty question. Go ahead. To me, that's the nastiest question. 是什么问题惹得美国总统川普不开心？ Mr. President, Wall Street analysts have coined a new term called the taco trade. They're saying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 on your tariff threats, and that's why markets are higher this week. What's your response to that? Oh, then I chicken out. I've never heard that. 川普反问：是因为他调降145%的中国商品关税，要中国开放市场，还是因为宣布对欧盟商品开征50%关税，让欧盟配合，随时可以谈？川普否认他在关税问题上的反复立场叫做退缩，他说这是谈判。 越说越生气。 We have the hott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right now. 6 months ago, this country was stone cold dead. We had a dead country. We had a country people didn't think it was going to survive, and you ask a nasty question like that. It's called negotiation. They wouldn't be over here today negotiating if I didn't put a 50% tariff on. The sad thing is now when I make a deal with them, it's something much more reasonable. They'll say, oh, he was chicken. That's so unbelievable. I usually have the opposite problem. They say you're too tough.
Taco 交易是《金融时报》评论员所创造的术语，意思是川普总是退缩，指的是投资人在川普混乱关税政策下的获利方式。因为在川普宣布重大关税威胁导致市场下跌之后，暂缓或降低关税，又让市场回升，这种回档已经成为一种模式。来，吴征发言人怎么看？我接着刚刚上一趴讲到以巴的这个问题，我回应一下香龙兄的讲法，因为刚刚香龙兄提到说，好像台湾我们就是在抱着美国大腿，然后对以色列这个事情都完全的袒护。我觉得这也不是实情了，因为第一个事情是说，台湾人我们不论是从政府官员、民意代表到我们的公民社会，大概现在也没有人在特别帮以色列说话，也没有人特别去讲说他们去轰炸平民，然后把这个人家一家十几口都炸死，这种事情是好的。我想没有人这样讲。那甚至包含说，其实在4月的时候，台湾也有一个民间发起的台湾挺巴勒斯坦的游行啊，那包含这个欧巴桑联盟、绿色公民行动联盟一些社运团体，这是他们民间自主发起，所以我想台湾公民社会也有这部分的声音。那确实啊，台湾政府就我们正规的外交体系现在并没有特别去针对以巴这件冲突琢磨到。那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政府要负责任嘛。我们在座的来宾，其实大家当然可以去讲说，我觉得川普现在不好，我觉得川普在袒护以色列。但是如果我们的外交体系要正式去做这样表态的时候，那可能我们要面对到说，它会后面有一个相应的产生的政治效应嘛。所以我觉得，当然香龙兄刚刚讲的是一个我们要站在一个理想主义、很人道的角度去来去声援巴勒斯坦。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也觉得说这个人道的精神是值得敬佩。但是台湾政府，我想现在手上任务很多嘛。赖清德总统他现在一直以来给包含内阁团队一个最大任务是，我们要在这一个对等关税全球浪潮中帮台湾争取到最好位置。我相信这是现在政府最大的战略目标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很理性的来看这个议题就是我们也可以选择说，我现在是不是要在以巴这件事情上跳出来，指着美国、指着以色列政府鼻子骂？但我们也要接受说，那政府也需要全盘的考量，这样做可能会造成后果啊。如果我们现在做了这个政治表态，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其他包含说，例如说外贸谈判的部分？我觉得这个要做通盘性的思考了。那政府也要很审慎来因应。那讲回来，美国这个关税的部分，因为当然现在川普的全球对等关税在法院吃了败仗嘛，他未来可能会上诉。那上诉以后，可能还要再进行个半年、1年的时间。那是因为刚刚赵大哥有讲到，所以有人说你台湾跪太早了吧，把利益全部都让出去。我觉得这部分我也必须要回应了，因为有人会说台湾政府好像在美国政府面前下跪，可是没有啊，我们现在目前为止谈判还在进行中嘛。你说台湾政府现在到底出卖了台湾什么样的利益吗？其实并没有。很多人会讲的一个是说你看台积电去美国设厂，可是大家也知道台积电并不是我们的国营企业啊。所以这也不是政府说，我把台电双手奉上。那又或者说，其实包含魏哲家董事长他讲得很清楚嘛，他说我最尖端的制程，我全球最主要研发中心其实都是跟留台湾。那魏哲家董事长他另外强调一个重点是说，台积电为什么去美国？因为它的产能不够嘛，它所有的产线产能开到最大，市场的需求还是远远大于它的供给，所以他去国外扩产嘛。那就像 NVIDIA 现在要来这个台湾设它的亚洲总部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企业的正向发展。那最后讲回来，这个对等关税，当然。现在川普在法院吃败仗，我觉得一定会影响到他的政治上的一个公信力，因为很多人觉得说，你这个对等关税是不是课不成了？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包含刚刚有提到，美国政府手上还有这个232条款这一个武器，那包含台湾我们的汽车、我们的半导体、我们的钢铁，其实还是在这个232条款的涵涉范围，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政府还是要去因应。那甚至就算未来关税回到国会去，那其实如果回到国会，就是美国过去，那它就是会。过去的方式就是启动301条款，进行贸易不对等的这个调查报告，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台湾还是要去跟美国争取，不要让有任何的冲击发生了。就是大家看美国川普挥舞刀的他很神勇，其实不是的。我常常举例子，奥巴马那时候民调够高了吧？奥巴马的老婆想要搞健保，8年奥巴马总统都搞不成。美国总统权力是被很多人制衡的。不是说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你看起来川普好像很神气。第一个制衡他是国会，只是现在美国国会好像失去功能，那民主党也不像民进党在立法院，虽然少数可以跟你闹啊、跟你打啊、跟你搞啊，民主党没有这样。美国国会是，比如参议院，他只要多一席，所有的委员会主席都是共和党的，不是说这个委员会你多一点，那个委员会我多一点，然后这个是你当主席，那个我当，不是的，我只要多一席，我是多数党，所有的委员会。召集人、主席都是我这个党，它是很特殊的，
这都要服气嘛。你选举选输了就是选输了啊。那国会，第二个呢是法院，法院还包括一般的什么联邦法院啊，什么大法官，哦，大法官有时候也会不同意你的行政的措施，媒体。哦，媒体呢基本上也会一直监督你，哦，盯着你，哦，所以呢，总统不是说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川普只是冲到比较前面，但你看看一个，哦，包括他对大学的这些杯葛，对哈佛啦、关税等等，我觉得一个将来他都会吃败仗的。休息一下再回来。